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德国3个总理候选人都对中国持不友好的态度，未来的中德关系令人担忧。2022年呢，是德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年份，德国要同时更换总理和总统。德国的总统是个虚职，总理的换届才是重头戏。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干了16年，不会再留任。那下一届德国政府采取什么对华政策与新总理密切相关。默克尔政府期间的中德关系从总体上来说呢，是友好合作的，这是符合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让德国的制造型企业获得广阔的出口市场。虽然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和德国产业界之间形成了竞争，但更多的是互补。德国产品呢，在中国消费者中有很好的口碑，德国汽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德国政府呢，也没有将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产品拒之门外。德国主要电信运营商把使用华为产品作为其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德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同样如此。德国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有着8000万的人口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能源供应作为基础。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呢，就是德国的一种刚需。默克尔政府在过去几年里顶着美国的压力，坚决推进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建设，这也是默克尔政府对自己负责、对德意志民族负责的一种表现。但是德国也不可能摆脱美国的影响。德国是北约军事体制的核心成员，不但有着数量众多的军队，也有着强大的国防工业。美国在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发动对外战争，还是研制高精尖武器，都不会忘了德国。德国不但直接参与了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参与了美国陆军几乎所有的陆军主战装备研制项目。美国陆军呢，甚至打算直接引进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新型步兵战车，作为自己的下一代主战装备。所以如果中美发生冲突，德国一定会站在美国这一边，因为这是现行的德国的法律明文规定的。从最近几年美国和整个西方阵营政治领导人变动的情况来看呢，美国正在全力加强对盟国的操纵和控制，把不能够满足自己要求的亲华、亲俄或者是和平主义的政客通通换掉，哪怕是持有中间立场的人物，美国也不接受。新上台的都是紧密的跟随美国反华政策的人物。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换将的过程已经完成了，那德国和菲律宾将是美国2022年它的操纵重点。目前呢，德国有3位总理候选人，基民盟的拉舍特、社民党的肖尔茨和绿党的贝尔伯克。普遍认为这3个人不管谁上台，中德关系都不会一帆风顺，因为他们对中国都持不友好的态度。特别是绿党的贝尔伯克女士，她在竞选期间公开发出了强硬的反华信号。不过就算是选了一个亲美反华的政客来当德国的总理，我觉得呢，也不是什么值得非常担心的事情。虽然我们会听到德国政坛可能会发出更多刺耳的声音，在经济、技术合作、文化往来等方面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加不友好的德国政府，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到的，中德在经济贸易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反华政策是不符合德国根本利益的。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德国产品客户，中国在高新技术方面有相当多的资源可以拿出来合作。早在神舟8号飞船的飞行期间，中国就为德国的航空航天研究中心提供了搭载飞行机会，受到德国科学界的高度的重视和评价。如今中国空间站正在建设，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科学家都强烈的期待着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当中获得一定的研究机会，来解决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后的空间科学实验场所问题。
中国在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对德国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是有重要意义的。长期来看呢，中德关系也还是乐观的。另外，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复杂的。德国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不会简单的被人利用和操纵。美国要借助德国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战略，德国当然也会利用美国来增进自己的利益。一旦跟着美国走，会损失到德国自身的利益，恐怕美国的话也不太好使。为了空洞的价值观，有生意不做，有钱不赚，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无脑傻蛋的国家是没有几个的。相信德国的新任领导人会算清楚这个账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